你知道吗？在2000多年以前，老子就在《道德经》里警示过我们：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真正有智慧的人反而很谦逊，那些夸夸其谈的人往往是无知。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冷知识，在现代社会中，那些看起来很聪明的人，往往也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。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智者到现在的高学历精英，这个规律跨越了2000年。今天我们就用古代圣贤的智慧来解开这个心理学的谜题。春秋时期，齐国有一个叫淳于髡的人，他号称智者，经常卖弄学问。有一次，他遇到了一个看似很普通的农夫，农夫问他几个朴素的问题，淳于髡竟然回答不上来。最后发现这个农夫其实是隐居的闲人。孔子听说此事后感慨：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真正的智慧是承认自己的无知。再看看现代，根据统计，现在电信诈骗案件中高学历的受害者占比超过了 60%， 投资理财诈骗中硕士以上学历的受害者比例更是达到了 45%。 古今对照，是不是很有趣？自古以来，聪明人也是很容易上当的。庄子早就说过：物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但知识是无穷的。过度的自信必然会导致盲区。论语中记载，孔子的学生子路性格急躁，总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懂。孔子对他说：由诲汝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颜回虽然才华出众，但总是说自己愚钝。孔子赞扬颜回：回也其遮乎？履空。颜回接近圣人的境界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说：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夸耀，而喜欢夸耀的人往往是缺乏真正的智慧。庄子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哲学家，他用很多寓言故事揭示了聪明人的陷阱。庄子说：夫随其诚心而思之，谁独且无失乎？人们总是按照自己既定的想法去理解这个世界，结果越聪明的人就越固执。现代心理学叫确认偏误，聪明人更善于为自己的观点找证据，而忽略了反驳的声音。老子说：大巧若愚，大辩若讷。真正聪明的人看起来很笨拙，而表面伶俐的人往往不够深刻。骗子就喜欢利用这一点，设计看起来很聪明很高深的骗局，吸引那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。孔子强调君子慎独，独处时也要谨慎，但聪明的人往往在群体中失去了独立判断。论语中记载：众恶之，必察焉；众好之，必察焉。大家都讨厌的要仔细观察，大家都喜欢的也要仔细观察。现代心理学叫社会认同偏误。庄子在天地篇中讲了一个故事，有个人用机械取水，很巧妙，但是老农夫说：有机械者必有机事，有机事者必有机心。过于技巧的人内心也会变得技巧，反而更容易被更狡猾的人利用。让我们看看几个历史上聪明人的上当经典案例。赵括熟读兵书，理论知识丰富，连他的父亲赵奢都辩不过他。但在长平之战中，他刚愎自用，不听老将的建议，最终败给了白起，40万赵军全军覆没。孔子早就说过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光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，还要在实践中检验。王安石博学多才，变法理论看似完美，但是他过分相信自己的设计，不愿听取反对意见，最终变法失败，连自己也郁郁而终。老子说：知人者智，智之者明。了解别人是聪明，了解自己才是真正的明智。苏轼才华横溢，但他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力，在诗词中讽刺时政，结果被政敌抓住把柄，差点送命。庄子说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。
有些事情无法改变，就要学会接受，而不是逞一时之勇。那么古代圣贤给了我们哪些防骗的智慧呢？孔子的3省吾身，每天反省3次。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我们可以理解为每次做重大决策之前问自己3个问题：我真的了解这个领域吗？这个信息来源可靠吗？我是否被情绪影响了？老子的知足常乐，知足者富。如果一件事情看起来非常好，好到不真实，那很有可能就不是真的。庄子的虚室生白，保持内心的空灵，不被成见所缚束。孟子的养浩然之气，培养正直的品格，自然能够识别那些邪恶，培养独立的思考能力，不盲从权威和群体。荀子的学不可以已，学习要持续进行，承认自己永远有不懂的地方，在不熟悉的领域主动承认自己的无知，寻求专业帮助。真正的聪明是知道自己愚蠢，真正的智慧是保持谦逊和敬畏。正如大学所说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传承古代智慧，解读现代心理。我们下期见。